各位，這世上只有千日做賊，哪有千日防賊的道理啊？川普現在是真怕了，為什麼呢？因為川普不講武德呀！這個進攻伊朗的時候就沒打招呼，就把他的精神領袖給一鍋端了。現在呢，伊朗對於川普可以說是國仇變了家恨了呀。根據歐洲新聞網8月24號報道，近日伊朗的官媒播放了據稱追蹤美國總統川普最小兒子行蹤的視頻，顯示了他的大學的位置、護衛車輛和特勤局的布防，並聲稱其行動已被全面監控。視頻中稱，對現年20歲的巴倫懸賞1000萬美元，這是川普老年得子最愛的小兒子呀！1000萬美元懸賞川普小兒子的頭，你說怕不怕吧，朋友們？報道稱，這段由伊斯蘭革命衛隊媒體發布並在伊朗國家電視台第3頻道播出的視頻，標題為“我們應在何處如何殺死巴倫川普”。視頻提到，一名女孩找到了繞過美國特勤局保護的方法，與巴倫私下會面，並向節目制作方傳遞了信息。此外呢，巴倫呢經常通過 Xbox， 就是那個微軟的那個遊戲機，私下進行語音和文字交流，以避開安保人員。歐洲新聞網表示無法獨立核實這些說法。另據美國 NBC 報道，當地時間24號，美國特勤局回應稱已經注意到了上述視頻。該機構表示，將對任何可能被視為保護對象構成威脅的事件進行調查。出於行動安全的考慮，我們不會討論保護性情報方面的事宜。報道提到，今年7月份，伊朗的通訊社曾發布了一段類似的視頻，標題為梅拉尼·川普在何處，如何可被接近。視頻詳細地描述了他在紐約的行蹤，並聲稱其安保存在着漏洞。結果呢，就是第一夫人審問了1個多月。美國的媒體都在問，前一陣的時候都在問，第一夫人幹嘛去了？是不是又跟川普鬧別扭了？是不是川普身邊的那個金髮的什麼那個通訊主管惹他吃醋了？因為川普到哪兒都帶着那個30-40歲的那個金髮妞。可是現在看來，也可能是第一夫人安保方面是不是那個害怕呀？所以沒露面1個多月，剛露面這1個多月了，剛露面，這回輪到他的兒子了。巴倫出生於2006年，是川普和梅拉尼亞唯一的孩子，也是5個子女中最小的兒子。川普再次当選總統以後呢，巴倫多次陪同父親現身，並表現出對於從政的濃厚興趣。有媒體稱呢，巴倫未來可能會成為美國政壇的一顆新星。此外呢，7月份，德黑蘭伊斯蘭廣場革命廣場的一塊廣告牌顯示，川普似乎躺在棺材裡，並配有英文我們將殺死川普的字樣。另一段視頻據稱描繪了伊朗的車隊在機場與其在佛羅里達和紐約住所之間的路線。美國的特勤局當時表示正在審查該視頻。事實上呢，川普一直是伊朗暗殺企圖的目標。早在其第1任期，他下令暗殺伊朗將軍蘇萊曼尼，便埋下了復仇的種子。今年2月份，美以空襲伊朗並刺殺了伊朗的最高領袖汉梅內伊，川普和伊朗結下了血仇。此後呢，伊朗在德黑蘭樹立了廣告牌和壁畫，描繪川普躺在棺材裡或溺亡在血海中的情景。2位大阿亞图拉還發布了針對川普的追殺令。一些伊朗人士明確將針對川普的個人威脅置於伊斯蘭法律概念的基薩斯之下。那就是他們的一個復仇令嘛。伊朗国家電視台評論員
也表示說，基薩斯是該國不可剝夺的权利，並誓言將盡一切所能，沒有任何國際法律障礙可以阻止我們。此前呢，在安卡拉北約峰會的最後一天，7月8號，川普呢曾上演金蟬脱殼的戲碼，他先在鏡頭前登上了老款的空軍1號，隨後卻悄悄地鑽進了機場的餐車，被轉運到另一架軍機上。那架象徵性的總統專機在可信的伊朗肩扛式導彈的威脅下照常起飛，充當了一架巨型的誘餌。當時美媒指出，面對川普復仇的陰影面對伊朗的復仇的陰影，川普或將餘生難安吶。這個事情呢，據美國的媒體說引發了那个白宮的金髮女發言人的辭職。怎麼回事呢？當初呢，川普還有盧比奧可能還有那個排長赫格塞斯，他們幾個人鑽到那個機場的餐車裡邊換了一架飛機，而充當誘餌的這個飛機上，當時的那個白宮的那個女發言人是作為誘餌之一，因為她剛生了倆孩子嘛，剛生了第二個孩子，這剛上班就遇到這個事兒，她很傷心，她覺得川普沒帶她，把她給當誘餌去了，人家要是真遭到導彈襲擊的話，那不就完蛋了嗎？所以回到美國以後，果斷辭職了，不幹了，因為跟着川普幹危險太大了。當然了，這個沒有獲得當事人的證實但各位，你們想是不是這個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24日發布了最高1000萬美元的懸賞，徵集有關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等伊朗武裝力量高級官員的線索。對等發布都是1000萬美元。此外呢，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8月24號接受採訪時聲稱，川普曾試圖暗殺他的一個兒子。有意思了就是8月25號，一名美國官員和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國國務卿盧比奧今日向多個盟國的外交官表示，美國目前不會主動對伊朗發動新一輪的軍事打擊，而將重點轉向其他的施壓手段那是怕了，表態了。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盧比奧明確表示，美國目前不計劃恢復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但如果伊朗首先發動攻擊，美方並未排除再次實施打擊的可能。另一名美國官員稱呢，預計該政策至少會持續到中期選舉之後，屆時不排除重新考慮軍事行動。目前呢，川普政府當前對伊朗的主要政策包括暫時避免對伊朗採取新的軍事行動，通過美國海上封鎖、財政部新制裁，加大伊朗的經濟壓力，盡可能的提高霍爾木茲海峽進入全球市場的石油運輸量等等。你再跟這個消息結合起來的話，董王是不是怕了呀？這玩意兒也是國仇變家恨。你面對的是上10億的這個信徒這一輩子川普如果不跟伊朗能夠解開這個血仇的話，那真是沒有千日防賊的道理壓力大呀。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